谢谢大家。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浩伦。大家好，我是谭湘文啊。这么一个年轻人，总觉得自己身体很好，不是蛮好，但一体检全是小毛病嘛，有问题了。最近这个有那个健康小课堂我有一个体验课，过去模拟一下吧。想去体验一次。哎呀，上课来了，该鸡的。过来上体验课的，对，留个名字给我谭湘文，谭湘文，好，自己找个地方坐一下。好，不好意思，过一下。既然是上课啊，上课之前照常点个名，谭湘文到，人齐了，一个人点什么名了在这里我以为人蛮多的在这里。既然是上课我是你们的老师，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方便大伙的沟通交流。可以叫我徐浩伦，徐老师。好，我差不多长这个样子。你把自己画出来干什么了，那个人？你人都站在这里了，写名字会死啊！既然是第一次过来上我的课，跟你说清楚，我这个人这辈子只为了健康2个字而活。可以看到墙上有一些关于我的健康的荣誉勋章。有什么嘞？10大营养师之一，我的健康师资格证、营养师资格证，还有我的结婚证。结婚证能证明什么东西了？那个能证明我有一段健康的婚姻关系呢。这句话你跟陈露说，不要跟我讲，晓得吧？上体验课，有没有购买我的真实课程呢？我先体验一下，怎么上来你就要买嘞？因为我一眼就能看出你的毛病了。我有什么毛病了？昨天晚上是不是熬夜了？没有，没熬，没有。那眼睛里怎么会有血丝呢？熬了，到底熬没熬？熬了，熬没熬？熬了，熬没熬？熬呀呀！有毛病啊你是？通灵妈呀你是？熬夜这么开心干什么？熬夜游在这里？几点睡的？4、5点。4、5点睡的。几点起的？8、9点。只睡那么一点点时间。那白天困了怎么办呢？中午找个地方补睡一下。你看，这怎么能行呢？晚上不睡，中午有时间补睡一下，没时间就不睡了我跟你说，要想健康，就坚决杜绝这种偷睡漏睡的行为。这叫偷睡漏睡呀，这叫这上升的太快了吧我本来只是睡觉时间有问题，现在上升到我人品有问题了。你是不是还有一个问题有点脊柱侧弯吧？我这都看得出来，你怎么看出来的呢？我跟你说，人的很多小病小痛可以通过这个面部反映出来。我看面相看出来的。相由心生。我们这个相声什么相声了，大哥耶？我们这是慢才，晓得吧？你别管是什么艺术形式，没跟你聊艺术形式我不是说我能看出你的脊柱是歪的我是能看出你的体态有问题。你看你有脖子前倾的症状。对，一般有这种症状的人都会有一些这个脊柱侧弯。晓得不？过来给你稍微放松一下，我调一下。你看这个位置叫会武穴。会武穴。对。太阳穴。太阳穴。死穴。死穴就不要这么用力了，好不好？按死了怎么办呢？在这里我给你稍微正个骨，放松一下。来了。这不痛吧？痛倒是不会痛，就是有些声音，好吧？准备好没有？来吧。这是什么声音了？那个人，我身上还蛮有节奏感的，在这里那就说明你身上还是有些音乐细胞吧？什么音乐细胞了？那个，你这里有稍微正规一点的疗法吗？我摸了一下，你问题还是蛮多的你看你这个斜方肌这一块了，比较紧僵硬，放松一下。我这里有个电疗仪，主要是给你缓解你的疲劳，放松你的肌肉。来，这手拿这根，这手拿这根，这是什么东西？这是零线火线开闸。等一下，你先别开闸你这个是电疗还是电刑了？这是？你电完就知道行不行了？那肯定不行噻，大哥呀！谁电疗拿零线火线做了，大哥？这是调理的一部分这是外调，还有内调内服了，就是吃你看为什么我能这么健康？为什么？为什么精神焕发？因为我这个人吃得好。你看。水果只吃新疆的，蔬菜只吃云南的，牛排只吃进口的，香烟只抽40块钱以上的。你过得蛮好的，你还在这里你生活品质蛮高，哪里营养了？抽烟还在这里。为什么我能当你的老师？为什么呢？我跟你说清楚别的老师是告诉你吃什么，我告诉你不能吃什么。好，狗为什么不能吃巧克力？关我屁事我不想知道狗不能吃什么。我想知道我不能吃什么。你不能吃狗，本来也不吃狗，晓得吧？我告诉你，要想健康跟你说，要想气色好，没什么黑眼圈，回去以后记住3个东西。什么？苹果、香蕉、光子嫩肤。光子嫩肤是什么东西了光子嫩肤是什么东西？问你了，大哥呀，吃的蛮好的，来了个项目，怎么回事了这？你问我就不是问古人你看古书上面有记载，说什么？民以食为天。论语里面有这么一句话，吾食有五而志于学。对，你身为一个男性，
32立，哎40不惑，50知天命，60岁差不多你就走了。谁60岁走了啦？我凭什么60岁走了？你手上拿的生死簿啊，那是。60岁也叫做螺丝之年。花甲之年。你神经吧你是？你花甲粉跟螺蛳粉吃串了是吧？你是在这里啊？花甲粉是海鲜，螺蛳是广西的，我晓得是广西的嘞。反正60是花甲之年60是花甲之年，对对对70补烯之年啊，80什么什么，90什么什么，看着你也不会啊，上面写了嘞。 80也叫做耄耋之年。耄耋之年，对，是什么意思呢？耄耋应该是句湖南的方言，就说你这个身体要是不好好调理，到80岁这年，你这个人就耄耋了。你耄耋了，晓得吗？啊，你全家耄耋了嘞，是神经啊你是。耄耋。哪有你这么讲话的？哪本书上面写了啊？论语了哪个论语了？徐浩论语录了。你自己记得算什么了啊？好好好，我知道，你不要太激动。你现在肯定觉得我是一个骗子，我觉得你是个疯子，晓得吧？你是没有经过我的从业经历的。你有什么从业经历？你看墙上不光有我的荣誉，还有一个照片。你看见苏炳添没有？苏炳添为什么挂苏炳添啊？因为我之前是他的私人健康营养师。哦，1对1带他的。而且我跟你说清楚，苏炳添不叫苏炳添哦，他叫什么呢？他叫苏炳。怎么就叫苏炳添了呢？因为他的营养是我给他贴上去的。有毛病吧你是啊？姚明知道不？姚明，你能帮上姚明什么了？他之前只有1米。你放你的屁嘞，在这里啊！那怎么可能呢？我这里有姚明怎么可能只有1米嘛？我这里有照片呢你光拍腿就肯定只有1米了，大哥。不是光拍腿，他之前只有腿没有上半身。鬼来了，晓得吧？他的上半身是你挑出来的呀。他亲口跟我说他的。怎么有嘴巴？怎么跟你亲口讲了的？好了，你不要着急，没有你这么搞。现在口说无凭，说什么你都不会信我。你现在已经破产了，你是这样，我完全你要真不相信不相信我，可以请个之前调理过的患者，你们两个交流一下，没必要你就知道我有多厉害了。破产了，你不要这样请那些。你确定这调好了啊？厉害厉害，好，小伙子你好。哎好，大家好，4位评委老师好。他蛮有礼貌，你看。我呢是来自湖南湘西的一个老奶奶。哦，奶奶好，奶奶好。你们可以叫我于告弼。哦，于告弼。对对对，你是把徐浩伦所有的偏旁全去掉了是吧？谢谢大家。可能看着有点显老啊。很多人问我今年多大年纪了？多大了？多大了？奶奶，我今年已经88了，64了。完全不对，晓得吧？这88、64了。哦，奶奶的还是个乘法嘞啊！我特别感谢徐老师感谢来这里只有一个目的。有什么目的呢？因为在认识徐老师之前，我有很多的坏习惯。有一些不良的嗜好。对。奶奶平时喜欢抽烟。不抽烟。不抽烟。平时喜欢喝酒。不喝酒。那奶奶平时喜欢干什么呢？喜欢在别墅里面唱 K。别墅里面唱 K， 还水池里面云龙鱼嘞，晓得吧？你蛮新潮在这里啊！我是来这里就一个目的，什么？就是把我的真实经历分享给大家，倾诉给大家。因为是在去年的6月份，我去医院体检，了，那个医生说可能要抓点紧，要不再不抓点紧，可能熬不过明年。这蛮严重的噻。跟经过这个徐老师1年的调理，所以今天是我去世的1周年。你神经了嘞！这个人已经被调的胡言乱语了，这是胡讲。很强呐，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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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强呐，叮叮叮叮。奶奶，别吓我好不好？奶奶，你不要这么搞好吧？奶奶，你不要电话铃声唱什么唱了，在这里啊？在这里上课，我晚点跟你讲啊。干嘛呢？我来这里就一句话，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想跟你们年轻人说，不能既要又要。你看你们又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对，又不愿意摒弃那些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我晓得我跟你说这么多，很多年轻人都听不进去。你们年轻人不都喜欢那个什么，有一个京剧吗？京剧来了也带了一个京剧。好，驸马爷金钱看短线。哪个京剧了这个呀？谢谢大家。290上了。徐浩伦、韩湘文2位的索票通道开启。再次掌声送给2位。你们这一段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姚明。以前只有1米，这是什么破包包？
以前是不是说就是体检呀，然后就想出来这个，他们往上翻包袱嘛啊？就是去年的时候，我们不是第一次来，然后每个赛段讲了一个不同的故事嘛。对，其实我们就想看能不能把它变成一个连续剧。去年是写的体检嘛，对，这次就是你查出毛病你会怎么办嘛？就是往后面写。去年第一次是租房，第二次是体检。对，第一轮就是家政嘛，第二轮就是这个哇哦，就是说自个儿给自个儿上难度，要逼自个儿一把，毕竟是春晚的演员嘛，是不是？还是别，厉害，恭喜了！2026年又等着您拜年了啊！谢谢啊！别，你是在姚明1米的时候拍的？反正我在前面就已经拍了，就是他们中间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包袱，就真的很喜欢。姚明1米的时候，你开始砸灯。我已经砸灯了，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他们两个人中间有好多笑话，我真的好想跟他们一块儿演，特别想补充中间的那些梗。还有一段说什么人只有上半身没有下半身，然后姚明只有下半身没有上半身，哦，只有2条腿，那不就是个派吗？哎呀，哎呀，真的是太喜欢你们了。然后就是俩人这儿，有时候很多演出吧，就是都是那什么俩人合作都是1+1大于2什么。我觉得他们两个人无论怎么演都是加在一起就等于1，就是等于一个特别完整的。是的。看他们的表演，经常心里面就在想，你们两个在干嘛？每次都是这样的。重点不是他们俩在干嘛，你看着你会问自己我在干嘛？为什么会笑这个呀？张绍刚老师是一个正常人的看法。正常人看精神病演出就这样想，对啊，精神病看精神病演出就你说一起犯病啊，一起犯病真的是。我没什么好说的，每次他们来我都期待满满，但每次都没有让你失望吧？对，从来不会，从来不会，所以我就都在这个灯里了。我的好奇在于，你们俩现在有各自的就新的一个名称在舞台上，那之后比如说在脱口秀以外，你们还会想别的，比如说演戏。或者其他的表演的方式，你们会去尝试吗？这是我特别好奇的一点。有活就接吧。对，我们得看，就是得看别人就是愿不愿意接受我们这种表演方式嘛。我们当然现在干什么都愿意啊。对，哇，我就希望影视界有没有导演能够看到这样2块璞玉。对，他们就是有这种开放态度，我觉得就特别好。哎，我特别想听一下我们编剧老师。海源老师，你们是怎么评价他们俩的表演？他们俩就是在创作很好的同时，他那个表演太活灵活现了。他们不需要用信念感来表演，让你相信，就是他就很自然了。我就在这演，然后你就相信了。就是我刚才在想，很多包袱他们俩说我会觉得好笑，但换别人讲我未必会笑。比如说什么1米，然后苏炳添，这是因为什么？他们俩的表演把我带进去了吗？像你说的。对，所以我说，哪怕你在理性上你觉得说我不要被他带进去，但他们那个吸引力太强了，有点像那个黑洞一样，就是你就被他带走了。我觉得他这个本子换个人演不一定有效果，对，还是表演太强了，非常难得，再次感谢2位。